中共三大军工集团营收暴跌，专家分析原因。香港火灾处理中，公民社会再受压制。滨崎步上海无人演唱会闹大，党媒谎言被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镜闻。中共党魁习近平今年6月的一个讲话，时隔半年，12月1号被刊登在《求是》杂志上。文章标题为“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5个进一步到位”，内容涉及自我革命、刀刃向内、露头就打、霹雳手段绝不能少等等。文章发表在中共官场连番整肃，何卫东、苗华等大批将领被查，还有新疆前书记马兴瑞异常缺席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背景下，引发外界关注。独立评论人蔡胜坤认为，这篇文章是发动又一次大清洗的信号，旧文翻新是在用文革式的激昂语调警告全党。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则表示，习的这篇文章主调更像是在为自己的自我革命辩解，显示习近平遭遇官员们的集体软抵抗，因为现在官场人人自危，人人都不想多做事，以免出错。香港宏福苑大火12月2号头七，全城弥漫哀悼气氛，但港府却忙着发布禁令，禁止2个民主派团体展开活动。香港政府当天宣布，禁止民主派团体香港议会和香港民主独立联盟在当地展开活动，任何与这2个团体有关联或向其提供资金的人，都将面临最高100万港元的罚款和最高14年的监禁。根据港版国安法，这些团体的一些身处海外的成员已被列入香港警方的通缉名单。12月1号，香港当局还表示，为了遏制有关宏福苑大火信息的传播，警方正在采取行动。宏福苑大火后，中共先是称要严惩以灾乱港分子，之后有3人被指涉嫌煽动被捕。评论认为，香港当局似乎把要求独立调查视为危害国安。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中共军工产业由于贪腐整肃、延宕军购合同和采购程序，收入大幅下滑，与全球普遍成长的军售形成鲜明对比。中共在全球军工版图的这种变化，也凸显了其国防相关产业面临的内外压力。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中心12月1日发布的报告，中共3大军工国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去年营收全面下降，减少约 10%， 其衰退使亚太地区成为唯一整体营收下滑的地区。其中兵器工业集团跌幅最深，高达 31%， 营收降至近140亿美元。军事频道马克时空主持人马克认为，这与中共军事战略的转移有关。中共还是以所谓的武统台湾为它的最主要的军事扩张的目的，它是要保证海军和空军以及这个火箭军的那个发展，它一定要美国、日本等这些国家进行军事对抗。相对来说，陆军就显得不是特别重要。而另外一个呢，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无人机、无人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中共在这方面也加大了这个研发的投入。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兵器工业集团不擅长的地方。报告撰写人之一、和平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南天表示，中共军购体系中一系列的贪腐丑闻，导致2024年多项大型军购合同延后甚至取消，使中共军事现代化进程以及新战力何时能成型，充满更多不确定性。自2012年以来，军队一直是习近平推动反腐的重点领域之一。近2年，整肃进一步扩及负责战略导弹的火箭军高层。今年10月，中共再度开除8名高级将领党籍，其中包括原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引发外界对军备系统内部震荡程度的强烈关注。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肖亮指出，反腐引发的人事重整与审查正在干扰部分核心专案的进度，对中共军队能否在2027年建军100年节点前完成关键战力建设增添新的不确定性。
不过，肖亮同时认为，中共的国防预算将维持成长，只是未来军工项目将面临更高成本、更严格的采购监管与较长的研制周期。第一个因素是因为腐败，所以它内部的这个采购也暂缓。第二个是外销表现不佳，俄国的武器表现不好，中共制的武器部分还是走俄国设计的老路子，所以它的出口就受到影响。第三个，国际外交的关系上面，目前很多机会被韩国的武器给抢了。和平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日本军工企业营收大增40%，韩国成长31%，德国增幅达36%，美国也上升3.8%。全球前100大军工企业总营收增长5.9%，至创纪录的6790亿美元。欧洲军工企业普遍提速，总收入增长13%。俄罗斯因全面转向战时经济，军工收入增长23%。在全球地缘政治愈来愈紧绷的情况下，世界主要军工市场普遍呈现加速扩张模式，中共的反向走势显得格外突出。都有短期的战术的挫折啦，但我觉得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这种武器的出口就是起起伏伏的，短期内一定会下降，中长期就看它整顿的力道，还有就是武器的品质会不会再重新被国际市场接受了。虽然说中共推行的有点类似于像军国主义的这种政策，但是呢，它在整体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军费的话也必然会收缩。所以说，这个呢，对于未来中共的这个现代化军队和这个冲击是会更大的。不过，马克认为，中共不会因为经济困难和反腐而降低了其战狼特性，所以国际社会还是不能低估中共的挑衅性。报告指出，虽然北京持续提升国防预算，包含发展第5代战机、无人机、核武库与反太空能力，但短期内军工体系的效率受反腐影响，可能会阻碍其2035基本现代化与2027具备关键战力的既定目标。香港宏福苑火灾周二头七，全城哀悼。回顾这7天，起火原因还没有调查结果，但多种迹象显示，香港当局对事件的处理越来越内地化，而公民社会进一步受到压制。12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介绍宏福苑火灾最新情况，推翻了之前称棚网阻燃达標的說法，表示在宏福苑的20個地方採集了棚網樣本，其中7個不達標。咁呢啲樣本入邊呢，係有7個樣本，我哋發覺呢係並不合乎呢個嘅係阻燃嘅標準嘅。咁而我哋發覺咧係好多係隨手可以攞到嘅嗰啲嘅標本咧，嗰啲嘅標本係嗰個合格程度係比較大嘅。咁而一啲咧好難攞到嘅地方咧係唔合格嘅係嘅機率咧係大好多嘅。宏福苑在11月26日突發大火，災後第2天，中港之間先爆發了一輪竹棚爭議。BBC 中文網報道，27日黨媒新華網副總裁的副總編輯劉洪的自媒體微信公眾號牛彈琴發布文章，表示內地基本上已全面用金屬棚架取代竹棚，香港居然用的還是竹子，直指竹子的腳手架是助長火勢蔓延的原因。這篇文章被網易等多個平台轉載，大陸輿論場從27日開始湧現各種對竹棚的批評與嘲諷。現場視頻顯示，經歷了幾十小時的大火，宏福苑一些大樓的竹棚依然保持完整的結構，但防護網幾乎燒光。儘管港府還沒有完成調查，但也在27日表示會與業界商討用金屬棚架取代竹棚的路線圖。這引發了一些香港市民憤怒。香港民眾質疑北京試圖削弱香港本地的竹棚業，最重要原因是中資企業一直無法打入這個行業，而內地金屬棚架材料庫存積壓，又有造假醜聞。港府突然以安全名義推動強制轉用金屬棚架，時機之巧妙難以忽略。其實這個是我們認為是中共故意去帶風向，把這個輿論就推到說這個責任是在這個竹棚。其實呢，因為香港人呢都知道，這個用竹子搭的棚架，我們用的最短都100多年，可能好幾百年的都沒問題。所以呢，現在他們把這個災難用一個政治的角度去帶這個風向，
然后呢就去带那个西方国家的传媒，但香港人知道不是这回事，所以现在香港人呢是要求要去追查这些防护网。除了竹棚争议中闪现政治操作，香港的舆论监督也出现了关进民退的现象。28日，有市民成立大埔鸿福苑火灾关注组发起联署，提出4大诉求。香港警方第2天就以涉嫌煽动拘捕了1人，周日再拘捕2人，声称他们借火灾意图煽动憎恨政府人士，以灾乱港，同时联署网页也被关闭。这些做法呢，都是中共在大陆的习惯做法，在香港以前是不会这样的。我们可以批评英国政府啊，批评港英政府啊，批评当时的英女皇都没有问题的。这是大火呢烧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已经是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我们香港人都看见，现在香港已经不是我们以前熟悉的香港，现在已经变成是跟大陆一样的那个国安啊、警方啊、政府啊，去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本身。甚至连立场亲共的大公报28日刊出揭开维修棚架背后重重黑幕的调查报道，不到1天就从网上撤下。大公报这篇文章出来，即使是这个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报出这样的文章，也立刻被打脸，就第2天就撤下来了。所以呢，用香港网民的话就说，大公报说的黑幕都被撤下来，那说明这个事情就更黑了。我相信中共在这次香港的舆论宣传上面是定调了，已经不是香港政府能决定的，就类似中宣部那样。此外，民间救助也遭政府介入，大批市民在灾后捐赠物资，并设立物资站义务分发给灾民。但29日凌晨，警方出动要求义工清场。几名义工称，有关爱队成员到场要求义工团离开，并称政府要接管这里。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名香港官员因大火下台，但有民建联大埔区议员被指涉渎职，维修工程也被质疑涉贪。一名业主表示，这类问题让人们开始思考是否存在制度上的弱点。但火灾后，特首李家超几次3番感谢中共党魁习近平，称颂中央对香港的关爱。香港民众表示，这正是内地灾难公关模式的复制。滨崎步上海无人演唱会闹大，党媒谎言被揭。中日关系因台湾有事持续紧绷。日前，有多位日本艺人在中国的活动受到影响，演出被取消。滨崎步就是受害者之一。不过，滨崎步最后还是坚持对着台下14000个空座位唱完整场，并全程录制，让事件的讨论度在上升。然而，中共官媒却发文声称，滨崎步一个人演唱会是不实讯息，引发更多网友质疑中共造假带风向。受到中日关系急剧降温影响，日本天后滨崎步11月29日在上海的演唱会遭中共当局临时取消，原因是不可抗力因素。滨崎步无奈在自媒体上向粉丝们表达了歉意，并透过社群发出长文，证实他是在当天上午才接获通知，要求取消演出。在日本音乐史上开过最多场演唱会的他，面对中共无预警取消上海演唱会，仍选择站上舞台。滨崎步对着台下14000个空位，以正式演出规格唱完整场，完整录制，展现高度敬业精神，感动全球粉丝。29日深夜，滨崎步发文：我们昨天接到终止演唱的要求后，在没有观众的状态下，从第一首歌唱到安可曲之后才离开会场。所有演出者、工作人员都以与正式公演毫无差别，倾尽全力的心情完成了这场演出。我觉得滨崎步的这个回应，他做出了让全世界的这种歌迷，还有就是说整个对艺术界、对所有公众事件关注的这些国家人物都进行了对这个事件的关注。那么我觉得这个影响就非常好，而且它显示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气度。他没有针对中共做出任何的反应评论，他只是说他为了
对自己的歌迷有个交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1月初在国会答询表示，如果台湾有事，伴随对方使用武力的情况，有可能构成安全保障法制中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引来中共不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日本进行施压。滨崎步是受害者之一。他知道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之下，观众到现场来听他演唱几乎不可能了。但是呢，又为了不让这些人完完全全的失望，我想这个是他的敬业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表现，实际上呢，也是在表达对中共的抗议。然而，中共官媒却发文声称，滨崎步一个人演唱会是不实讯息，是彩排期间被偷拍，摄影团队人员公开致歉。这张声明自称执笔者名叫赖宗龙，是滨崎步上海演唱会的摄影团队工作成员之一。他在艺人彩排期间偷拍了艺人在舞台上的照片，并在11月28日下午6时左右上传到自己的抖音账号。他为了欺骗老百姓、欺骗舆论，他为了把这个事情呢说得跟真的似的，所以呢，他还要有报道的，有杜撰的，还要旁证，还要有证人的证人。所以呢，他是精心设计的一整套的谎言，他会找人从这个角度那个角度说得跟真的似的，企图扭转舆论，掩盖事实。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坦言，日本歌手演出被强行取消，让各方为准备演出付出代价。从外地赶到上海的观众扑了空，对中方的损失可能已经超过对日方的损失。有网友留言，滨崎步本人都说从第一首唱到安可，你们怎么能说是假？也有人反问，滨崎步本人都已经证实，还贴出空场照片了，结果这边硬要说是彩排。前一天被取消演出，还需要彩排吗？中国真的疯掉了，现在还推出替死鬼出来说那只是彩排。这个正是中共自己老说的那句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中国的网民，整个世界比以前要聪明多了，特别是中国老百姓没那么好欺骗，没那么好哄。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网友们呢，本身又有逆反心理，再加上现在政治这么肮脏，经济那么糟糕，很多人生活极度的困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所以中共那些老套的做法呢，它反而会引起很多的逆反。滨崎步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他后续在 IG 公开多张舞台照，并承诺将在未来以适当方式公开这段录制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中国知名纪录片制片人、作家、摄影记者杜斌被北京警方带走拘留已经40多天。12月1号，代理律师在北京顺义看守所会见后得知，警方已口头通知杜斌，他被批捕，但警方至今未向家属出具任何拘留和批捕等法律文书。杜斌早年在北京从事新闻工作，长期记录中国弱势群体的生存与抗争情况。江苏无锡维权人士沈爱斌被警察暴力打伤，拘留1个月后，11月30号被从无锡市看守所释放，但现在仍被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监视居住。湖南省新化县将北塔垃圾转运站的地址选在新康资江世纪城和平苑小区附近。小区业主得知消息后，11月27号、28号连续2天到售楼部和县政府前抗议，并与开发商雇佣的安保人员发生冲突。大陆影音平台抖音长期对平台上的电商乱罚款，随意冻结货款。抖音商家们最近几天到上海抖音集团总部维权。12月1号，上海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到场戒备。中国房地产巨头万科濒临崩盘之际，多家统计房屋销售数据的民间机构突然停止公布数据，引发市场关注。知情人士证实，是北京下令停发。中国民营地产数据提供机构科尔瑞和中指研究院等每月的最后一天都会固定发布全国100强房企销售榜。然而，在11月的最后一天，这些榜单消失。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北京住房管理部门指示数据机构暂停公开这类资讯，部分金融机构若有付费订阅，仍可取得内部资料，但前提是必须保密。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认为，官方之所以在此时掩蔽数据，最可能的原因是11月房企销售数据极度糟糕。冬天本来就是房企销售的一个低谷期，然后同时间又碰到中国经济的状况不好，所以我的猜想是现阶段的这个销售数据可能已经糟糕到他们直接选择不公布。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也分析，当局叫停房企销售数据可能有3重动因。第一个，防止这些数据产生一个引发市场的恐惧。第二，这些民间数据往往比官方数据要早一段时间出来，而且很多的分析师本身也是精通这行内的，暂停发布的话，就官方可以要把话语权重新争夺回来。第三方面，用数据安全统一口径收紧发布数据的权利。今年5月，《华尔街日报》就曾指出，中共已停止发布数百项经济数据，不少原本公开可查的官方数据也陆续消失。叶耀元指出，中共以盖牌方式掩盖经济数据，无助于解决问题。经济表现不好的时候，他就采取这种欲盖弥彰的方式，直接把这些数字盖牌，让所有人都看不到嘛。他看不到，你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中共如果只是单纯因为害怕这些数字会影响到民心，会影响到这个经济的话，倒不如说他只是在延后这些经济的影响。事实上，这些破洞到时候还是会爆发出来的。全球各大银行对中国楼市也持悲观态度。瑞银集团预计，中国房价可能还要跌2年，主要城市二手房价已跌超1/3。惠誉评级也警告，新房销售可能会再降15%到20%。根据房企销售资料，今年上半年百强房企销售总额同比下降11.8%，而10月份新房销售额同比下滑41.9%，创下18个月来最大跌幅。整个大背景就显示出整体的销售情况下行，研究机构都不再敢去发表报告。然后的话，万科就最优等的房地产公司都出现债主的危机。万科集团正在寻求把原定于12月15日到期、规模20亿人民币的债券延期1年偿还。12月1日，万科的多只债券因下跌幅度超过30%，盘中临时停牌。在恒大、碧桂园等大型房企相继暴雷后，万科被视为财务最稳健、最具国企背景保护的房企，如今也濒临崩盘，使行业困境进一步加剧。万科一直被视为国有资产背景、财务相对健康的标杆型的房地产企业，现在连这种公司都要向债权人展期，说明整个行业的压力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广泛的，连最优等的房企都出现资金的压力。万科最大的股东深圳地铁集团过去被视为稳定力量，如今万科也陷入困境。专家认为，这代表国企也不再为房企兜底。政府可能更倾向于市场化的重组拖时间，希望把债务甩给市场。对整个房企板块的含义，整个信用的系统会被改写，无论你是否是国企央企，都可能会变成了债务压力下，所有的房企、民企、央企的融资成本都被抬高了一截。整个市场无论是什么背景，都可能面临的巨大压力。黄大卫指出，中国房地产面临的是一种慢性心梗式的系统性风险，虽然不会瞬间崩塌，但会长期拖累整个经济运作。于朦胧事件发生快2个月，中国民众仍然为他鸣不平，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来看他们的声明。林林说，小时候会以戴红领巾的自己而感到骄傲，可是自朦胧事件以来，我每天都在质疑儿时所接受的教育。做一个好人代价这么大吗？案件公开、公正、公平有那么难吗？我真的特别心疼这位年轻人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公平对待，也对这个体制失望至极。每一个人都在搏一个正义与自由，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天亮。我要退出该组织。陈小芳说，从于朦胧去世那天起，我就开始天天关注他死亡事件的进展，关注中共及其子弟们谋权害命。
以前知道他们层层都贪，却不知道他们不但贪，还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老百姓的生命当草芥，把婴儿当白鼠、小猪仔，就为求长生。这哪里是人干的事？干这些肮脏勾当的人，连畜生都不如。知道这些事后，我一直心痛不已，内心久久不能平息，所以我决定退出中共少先队、共青团和预备党。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期的中国静闻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